2026年4月，一架美軍 F-15E 戰機在伊朗扎格羅斯山區遭防空火力擊落，其中一名受重傷的軍官彈射後深陷敵方重兵包圍的陷阱。為了這名落難幹員，美軍不惜動用上百架戰機與特種運輸機，展開近50個小時的極限救援。當伊朗的武裝搜救隊逼近山峰時，有支暗影部隊從天而降，以絕對的火力壓制了對手，將渾身是血的同袍硬生生從死神手中救了回來。當得知這支部隊參與行動後，所有人都知道這場營救的結果已經注定。這就是代號美軍特種作戰金字塔頂端、代號死神的海豹6隊。提及海豹6隊，多數人的第一印象或許是好萊塢電影中戰無不勝的特戰英雄，亦或是成功擊斃賓拉登的頭號功勞者。然而，這支隸屬於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的頂尖單位，之所以能在全球軍事迷的心中奠定神話般的地位，不僅僅是因為其不可思議的顯赫戰績，更在於其組織本身始終籠罩着一層無法穿透的絕密迷霧。審視美國海豹公開的正式編制文件，可以輕易找到海豹1隊與2隊的建制記錄。但令人費解的是，無論如何翻越五角大廈的絕密檔案，海豹3隊、4隊以及5隊的存在，仿佛被硬生生從歷史中抹除。這3個憑空消失的部隊代號，從未在任何報道中提及。這難道是美軍暗中雪藏的終極武器？今天我們翻閱絕密文件，撥開歷史的碎片，徹底解構這支代表着美國國家意志，甚至海豹6隊這個稱呼根本不是他們名字的刀尖特戰單位，看看它在歷史的迷霧中究竟有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我們將時間線拉回一個令美軍感到恥辱的時刻，這不僅是海豹6隊的誕生史，更是一部交織着反叛體制、心理欺騙與大國地緣博弈的冷戰史詩。1980年4月24日，夜幕籠罩下的伊朗大沙漠，代號沙漠1號的臨時集結區正上演着美國特種作戰史上最黑暗的一幕。為了營救被扣押在德黑蘭美國大使館內的53名人質，卡特政府批准了極具野心的鷹爪行動。這場行動集結了當時美軍所有的精銳，陸軍三角洲部隊、游騎兵、空軍特種作戰大隊以及海軍與海軍陸戰隊的航空兵。然而，這支看似不可戰勝的聯合特遣隊，卻在無情的自然力量與災難性的跨軍種協同失誤面前，遭遇了毀滅性的打擊。機隊在穿越伊朗領空時，遭遇了罕見且致命的強烈沙塵暴，視線受阻，通訊中斷，導致多架 RH-53D 中海馬直升機發生嚴重的機械故障。當機隊終於在沙漠集結區降落時，災難達到了頂點。一架直升機在低空懸停時，由於揚起的沙塵導致空間迷向，徑直撞向了一架滿載航空燃油的伊斯1301特種作戰運輸機。震耳欲聾的爆炸瞬間點亮了沙漠的夜空，巨大的火球吞噬了8名精銳幹員的生命。面對燃燒的殘骸與徹底暴露的行動軌跡，現場指揮官不得不下令終止任務。殘存的突擊隊員們被迫丟棄了數架完好的直升機以及大量極機密的通訊設備，倉皇撤離。這場慘痛的失敗不僅讓卡特政府顏面掃地，間接導致了其在總統大選中的敗北，更深深刺痛了五角大樓高層的神經。事後，霍洛維委員會調查報告得出了一個結論：美國軍隊的常規體制過於僵化，軍種之間壁壘森嚴，根本無法應對現代非對稱作戰的威脅。美軍迫切需要一支能夠隨時應對全球突發危機、具備絕對獨立作戰能力，且完全專注於反恐與人質營救的第一層特種任務部隊。正是在這種充滿屈辱與焦慮的高壓氛圍下，海軍特種作戰司令部決定孕育一個全新的戰術實體。在五角大廈迫切尋求戰略解藥的時刻，一名叫理查德·馬辛科的海軍中校被推到了歷史的台前。馬辛科絕非傳統的官僚型軍官，他是一名經歷越南戰爭血火洗禮，曾在湄公河地區執行過無數次致命的敵後滲透任務的資深特戰軍官，在軍中甚至被冠以流氓勇士的稱號。海軍最高指揮層賦予了他一項在當時看來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短短6個月的時間內，打破一切常規的官僚採購程序，從無到有的組建一支具備全球部署能力的海上反恐尖刀部隊。馬辛科接管該級機密計劃後的首個戰略決策，便充分展現了他對冷戰時期心理戰與戰略氣力的精通。在1980年，美國海軍的正式編制文件中，實際上只有海豹1隊和海豹2隊2支成建制的特戰單位。然而，馬辛科卻刻意跳過了中間所有的數字排列，將這支新建立的部隊命名為海豹6隊。這命名背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當時正值冷戰巔峰，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情報分析員無時無刻不在利用衛星與間諜網絡監視美軍的部隊代號與調動軌跡。馬辛科的目的正是要借此引發蘇聯情報部門的致命誤判，促使他們根據基礎的數字邏輯推斷，誤以為美軍在暗中還雪藏了3支同等規模、同等致命的頂級特種部隊。
海豹3隊、4隊與5隊之所以不留任何建制檔案，本質上是美軍利用對手的邏輯盲區，憑空捏造出的一場跨越半個世紀的心理威懾。這種打從建軍之初便深深植入的欺騙性基因，最終奠定了海豹6隊日後行事風格的暗黑底色。為了確保部隊的絕對精銳，馬辛科親自在全美海軍中挑選最桀驁不馴但戰術素養極高的幹員。他甚至繞過五角大廈繁瑣的後勤系統，直接使用隱身預算，在民間市場上採購最先進的防彈衣、德制衝鋒槍，甚至奔馳越野車。在馬辛科的塑造下，海豹6隊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成為了一個無視規則、只看重結果的殺戮機器。馬辛科不僅是一個戰術天才，更是一個蔑視一切僵化規則的叛逆者。他始終秉持着一種極端的抗命哲學：要打敗那些毫无底線的恐怖分子，你就必須比恐怖分子更加冷酷、更加不可預測、更加不講規則。這種為了勝利不擇手段的戰術理念，在1983年他受命組建紅細胞測試部隊時，達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巔峰。紅細胞是一支由13名海豹6隊最頂尖精英組組成的滲透測試部隊，他們接到的任務是扮演恐怖分子，在全球範圍內對美軍自己最高級別的軍事基地與設施進行實戰化的滲透與攻擊測試。然而，這場本意是為了檢驗安保漏洞的演習，在馬辛科的手中，很快變成了一場令各級指揮官顏面盡失的噩夢。馬辛科斷然拒絕了那種點到為止、走過場的紙上談兵。他帶領着麾下的隊員們，使用偽造的最高层級身份證明，在交通要道制造真實的路障，甚至动用真實的戰術手段去綁架基地的安保官員。他們的戰績極其驚人，成功在嚴密防守下劫持過一艘美軍核動力潛艇，暴露出海軍在核資產保護上的致命漏洞。最令人不寒而栗的行動發生在1985年的勞工節，趁着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休假之際，紅細胞部队悄无聲息地潛入了停放着空軍1號的總統專屬航空站。這群不受控制的特戰幹員們如入無人之境，不僅在護衛森嚴的 F/A-18戰鬥機上安裝了模擬高爆彈，更囂張地將一輛裝滿假炸彈的武器車直接停在了總統專機的起落架旁邊，以此嘲笑特勤局的安保形同虛設。而最引發爭議也最能體現流氓文化的一次行動中，他們在凌晨3點突襲，並綁架了一名海軍基地的安保主管謝里登。當紅細胞破門而入時，謝里登的妻子已經被逼到絕境，甚至拔出了上膛的左轮手槍準備射擊，直到謝里登大喊這只是演習，才避免了流血衝突。隨後，紅細胞的幹員們將謝里登蒙上頭套，粗暴地塞進汽車後備箱，帶到一處偏僻的汽車旅館，对他进行長達30個小時的模擬審訊。面對鋪天蓋地的指責，馬辛科的邏輯卻極其冰冷且無法反駁。如果我手下這10幾個幹員就能如此輕易地羞辱你們的防線，那麼真正的恐怖分子長驅直入時，他們將毫無保留地殺光你們所有人。然而，這種讓軍方高層極度難堪、頻繁游走於法律與道德邊緣的瘋狂舉動，最終引發了龐大官僚體制的劇烈反噬。馬辛科的流氓作風得罪了太多五角大樓的將領。1990年，這位曾經一手締造了美國最強反恐利刃的指揮官，因被指控涉嫌貪污、串謀以及採購回扣等罪名，被送上軍事法庭，並最終入獄。儘管馬辛科終身都在堅稱這是一場來自海軍高層純粹的政治迫害與蓄意報復，但不可否認的是，海豹6隊作為一個官方建制，其聲譽確實因為這種深植入內部的流氓文化而變得極度敏感且充滿爭議。為了徹底洗刷馬辛科留下的叛逆痕跡，並將其重新納入正規的軍事指揮與監管體系，美國聯邦政府與海軍部在1987年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在官方行政文件中正式注銷海豹6隊這一充滿個人英雄主義的部隊代號，將其進行全面的重組與政治審查，並賦予一個聽起来更加學術、更具偽裝性的新名字——海軍特種戰開發大隊，也就是如今廣為人知的 DEV-GRU。雖然在官方層面上，海豹6隊這個名字已經不復存在，但那種在沙漠1號的恥辱灰燼中淬煉出來的對任務勝利近乎偏執的追求，以及藐視一切常規法則的基因，早已如同烙印般徹底注入了這支部隊的骨髓之中，無法被任何行政命令所抹除。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重組後的 DEV-GRU 不再僅僅是一支單純執行突擊任務的戰術小組，他們逐漸演化成了一群由國家巨額資金供養，專門負責執行那些不可被承認、游走在國際法灰色地帶的專業清理人。從1980年那場致命的沙漠風暴到1987年的全面更名與重塑，海豹6隊完成了一次從臨時反恐小組到全球戰術支點的徹底基因突變。那麼，這支被重塑後的幽靈部隊，在其神秘的編制內部又是如何精密運作的？那些代表着不同杀戮職能的顏色中隊，又是如何在危机四伏的中東戰場上各顯神通的？有觀眾想要加入海豹6隊嗎？火力軍帶大家一起來看看他們的選拔過程。符合條件的，歡迎來找火力軍報名。為了方便，我們依舊以海豹6隊來統稱這支幽靈部隊。
根據美國政府問責署所披露的授權編制數據，這支部隊的總體規模約維持在1700人左右。然而，真正處於金字塔尖，負責在全球最危險的敵後執行黑色行動的一線特幹人員，實際上僅有區數百人。這數百名頂尖戰力被精細劃分為數個以顏色命名的作戰中隊。這種色彩劃分不僅代表了高度專業化的戰術職能，更在長期的實戰部署中演化出了一套極具排他性與辨識度的陣營文化。例如，資歷最深的老牌藍中隊，綽號海盜，他們完美繼承了創始人馬辛科時代那種最原始的狂放與不羈。帶有深厚宗教色彩的金中隊則自視為十字軍騎士，他們也是在2005年阿富汗紅翼行動後續救援中遭遇單次傷亡最慘重的單位。而目前在全球知名度最高的紅中队常以印第安部落自居，這支因成功擊斃賓拉登而聲名大噪的部隊，其成員甚至習慣在現代戰場上攜帶手工定制的溫克勒戰斧，展現出科技與原始暴力的奇特融合。此外，海豹6隊還編列了專門負責全球先期情報滲透的黑中隊，以及提供特種載具與戰術運輸支持的灰中隊。這種以中隊為核心的次文化，在部隊內部催生了極強烈的競爭意識。然而，一名常規的海豹突擊隊成員，若想躋身這些帶有色彩的精英陣營，必須先跨越一場被稱為綠隊的終極試煉。綠隊的選拔機制非常殘酷，能夠站在綠隊起跑線上的人，本身就已是美軍特種作戰體系中的佼佼者。與美國陸軍三角洲部隊允許全軍符合條件的士兵報名不同，海豹6隊的選拔採取了極為封閉的內部邀請制。一名常規海豹幹員無法僅憑一腔熱血提交申請，他必須在原部隊中完成至少2次以上的海外高強度實戰部署，並獲得內部高層指揮官的背書推薦。這意味着綠隊的所有候選人無一不是在伊拉克或阿富汗的炮火洗禮中證明過自身生存能力的資深特戰軍官。然而，即便匯聚了全美海軍最頂尖的戰術執行者，為期半年的綠隊訓練營，其淘汰率依然常年高居50%以上。為什麼這群早已突破人類體能極限的精英會在此遭到大規模的無情淘汰？因為綠隊的測試核心早已不再是肌肉耐力，而是系統性的解剖候選人的神經容量與心理防線。選拔往往從一場侵入性極強的心理質詢開始，考官們會翻開候選人厚重的人事檔案，進行近乎戰俘般審訊的交叉盤問。他們不僅要求候選人精確複述每一枚戰功勳章背後的行動細節，借此識破任何在極限壓力下的誇大其詞，更會毫不留情地介入幹員的私生活領域。候選人的個人財務狀況、飲酒習慣，甚至對家庭與婚姻的態度，都會成為衡量其是否具備絕對冷酷理性的嚴苛標準。在海豹6隊的戰術邏輯裡，一個在日常生活中存在性格漏洞或情緒失控風險的人，在瞬息萬變的致命戰場上，就是一個隨時會摧毀整個小队的未爆彈。在戰術實操層面，綠隊對室內近身格鬥的容錯率要求達到了近乎苛刻的境界。為了在極端的火力交鋒中建立幹員間絕对的信任，在最高層級的實彈清剿訓練中，資深考官甚至會親自不穿防彈衣，扮演人質，端坐在目標房間的交火線內。候選人在突入時產生的任何一次非致命走火，或者對視角盲区哪怕0點幾秒的遺漏，都會導致其資格被立即剝奪。在這裡沒有任何補考的機會，失誤則意味着徹底出局。在這長達半年的生理與心理雙重折磨畫上句點時，幸存者們將迎來最後的高潮，被稱為選秀的內部人員分發會議。這是一場殘酷的雙向選擇，紅、金、藍、黑等各支突擊中隊的高級幹事會齊聚一堂，根據幸存者在擠壓環境下的性格側寫、戰術特長以及決策表現進行逐一的爭奪與挑選。只有被中隊正式選中的人，才能在一場名為入圍派對的內部儀式上获颁代表該中队的專屬臂章。從佩戴上臂章的這一刻起，他們才真正踏入了那個由國家機器運轉的神話殿堂。他們不再是单純執行命令的士兵，而是演化成了美國國家意志在英勇中最锋利的延伸。那麼，究竟什麼樣的武器才能配得上這群歷經靈魂審判的頂尖特戰精英呢？在2026年4月那場深入伊朗扎格羅斯山脈、營救受困 F-15E 武器系統官的极限任務中，當超過上百名美軍特戰幹員乘坐着顛簸的 MH-6小鳥直升機降落在敵方重兵防守的山縫中時，他們身上所佩戴的戰術配置完美詮釋了第一層级特種部隊的火力美學。在其戰術清單裡，最具视覺壓迫感的莫過於頭盔上掛載的 GPN-VG-18 全景夜視儀。這台單價超過4萬美金的精密光學儀器，最大的特徵便是其4個標誌性的鏡筒。傳統的雙目夜視儀只能提供約45度的管狀視野，而 GPN-VG-18 則能將操作員的視場角擴展至近乎人眼自然極限的97度。這意味着在缺乏光源的嚴峻地貌中，海豹幹員們能提早察覺掩體兩側的動靜，獲得壓倒性的戰場感知優勢。然而，在這一堆象徵着人類光學科技巔峰的科幻裝備中，
最令外界感到意外的卻是一款歷經越戰洗禮的老式武器——尖端版的 M79 榴彈發射器。在海豹6隊的戰術邏輯裡，靈活性與絕對火力壓制永遠是並列的第一優先級。比起將其作為笨重的下掛組件安裝在突擊步槍下方，突擊手們更傾向於鋸斷這款老式單發武器的木質槍托與槍管，將其像一把大號手槍一樣掛在腰間。當突擊小組使用輕型衝鋒槍突入受阻時，拔出這把海盜槍，對着堅固的掩體窗戶直接轟入一發40毫米高爆彈，往往是最具破壞力的戰術現象。更極端的例子是紅中队大規模裝備的手工鍛造温克勒戰斧。在高度信息化的现代戰爭中，這把原始的冷兵器依然被廣泛帶入戰場。它不僅僅被用於暴力的破門作業或破壞敵方鎖具，在極端狹窄甚至無法完全施展槍械的 CQB 百刃戰中，戰斧所能提供的原始殺傷力依然是徹底擊潰對手心理防線的終極夢魘。這種將幾萬美金的高科技傳感器與粗獷的冷兵器、越戰老槍融合在一起的奇異配置，構成了海豹6隊獨樹一幟的戰術哲學。軍事神話的背面往往刻印着深淵。要客觀立體的結構這支部隊，我們就必須打破那種由好萊塢電影塑造出來的戰無不勝的濾鏡。海豹6隊的歷史檔案中，既有堪稱教科書級別的奇蹟，也充滿了因情報失誤與戰術誤判所導致的慘劇。2009年的快維阿拉巴馬號劫持事件營救行動，無疑是他們向世界展示實力的封神時刻。在波濤洶湧的印度洋海面上，3名海豹狙擊手趴在驅逐艦顛簸的艦尾，面對90英尺外隨浪搖晃的封閉救生艇。在同一瞬間同步扣動扳機，3名海盜被精確擊斃，人質菲利普斯船長毫髮無傷。這場展現了人類槍法與協同極限的行動，將海豹6隊的國際聲望推向了頂峰。但在僅僅1年之後的2010年，在營救被塔利班綁架的英國籍援助人員琳達·諾格羅夫的行動中，屬於銀中隊的幹員卻遭遇了一場極其恥辱的失敗。在那場夜間突襲中，一名海豹幹員在近距離的交火中，向一處戰壕投擲了一枚破片手榴彈，直接導致了躲藏在其中的人質諾格羅夫傷重不治。事後的聯合調查戳破了一個令美軍高層難堪的真相：人質並非死於恐怖分子的撕票，而是死於美軍自己的火力。許多早期的評論將這場悲劇簡單歸咎於肌肉記憶的反噬，認為該中隊在長達半年的部署準備中過度專注於戰鬥輕腳訓練，而忽視了人質營救的交戰規則，導致幹員在極限壓力下本能地扔出了致命的爆炸物。然而，從更專業的特種作戰角度深入剖析，導致誤傷人質的變量遠比單純的心理學反射要複雜得多。這涉及到夜間行動中夜視儀視野受限導致的身份識別困難，涉及前方情報部門未能準確標定人質被關押的精確位置，更涉及在極端混亂的戰場迷霧中，任務指揮官在瞬間的決策遲疑。這場戰術災難殘酷地證明了，在真實且充滿混沌的戰場上，即便是萬里挑一的特戰精英，也無法完全抵禦情報失誤與交戰規則扭曲所帶來的致命後果。海豹6隊的強大不僅在於其擁有的科技霸權，更在於其在實戰中不斷試錯的戰術進化。他們是美國國家意志在應用中的刀尖，但刀尖本身也帶有刀鈎。這些經歷戰火淬煉的精英，在為國家執行最骯髒任務的同時，也在不断試探並挑戰着龐大官僚體系與軍閥的底線。海豹6隊最吸引人的特質，往往並不是那些刻板的軍人守則，而是他們身上那種不受官僚體制約束的反叛色彩。在五角大廈高層的棋盤上，這群人是最好用、最鋒利的手術刀，但同時，他們也是最令将軍們感到頭痛的骄兵悍将。2012年，美国知名游戲大厂易電 EA 在開發第一人稱射擊遊戲《榮譽勳章戰士》時，為了追求史無前例的戰術真實感，私下聘請了7名隸屬於海豹6隊的現役成員擔任付費軍事顧問，這其中甚至包含了曾親自參與擊斃賓拉登海神之矛行動的王牌幹員。為了追求更逼真的遊戲細節，這幾名特戰幹員竟然違背了軍方嚴格的保密協議，將高度機密的室內突入戰術動作、內部溝通手勢以及未經解密的裝備細節全盤透露給了遊戲開發者。這起違規監制牟利的醜聞曝光後，立刻引發了海軍特種作戰司令部的震怒。這7名成員不僅收到了將嚴重阻礙其未來職業晉升的嚴厲譴責信，還被軍方直接褫奪了2個月的半數薪水。這種前線精英蔑視後方官僚的脫序作風，不僅體現在違規牟利上，更深深烙印在他們極具爭議的文化審美之中。在漫長且殘酷的全球反恐戰爭中，常年被部署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偏遠敌后的海豹6队，逐漸演化出了一套令五角大廈高级將領感到無語的飞车党審美。為了更好地融入當地環境，並執行隱秘的非傳統任務，幹員們普遍獲准儲蓄濃密的大鬍子與長髮。然而，伴隨着這種外貌特權的是他們雙臂上開始布滿帶有強烈威懾性與攻擊性的刺青。更讓軍方高層抓狂的是海豹隊員對漫威超級反派骷髏標誌的狂熱崇拜。
自從著名海豹狙擊手克里斯·凱爾將其作為小隊的圖騰後，越來越多的海豹幹員将這個骷髏頭大量噴塗在他們的防彈插板上、頭盔後方以及重型戰術載具上。直到2019年，面對日益惡化的軍紀爭議，海豹特種作戰司令部才被迫下达了一份態度強硬的內部備忘錄，全面封杀並嚴禁展示這類違規臂章，同時要求這群不受控的精英必須嚴格恢復符合軍規的理髮與剃鬚標準。這種代表着極致暴力的基層特戰幹員與地球維持政治正確的龐大官僚體制之間的持續拉扯，早已成為了近代軍事社會學中一個無法被忽視的深刻命題。從馬辛克時代的紅細胞綁架基地長官，到現代幹員違規泄密與崇拜私刑圖騰，這段充滿爭議的歷史完美詮釋了這群戰士的底層運作邏輯。在他們的眼中，消滅目標的最終目的，其餘的他們都不在乎。回顧這支部隊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它始終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戰術矛盾體。它誕生於鷹爪行動的恥辱灰燼下，卻在馬辛科抗命不尊的哲學下野蠻生長。它既是美國國家意志在陰影中最鋒利的延伸，也是五角大樓內部最難以馴服的體制野獸。在今天，隨着那場橫跨伊朗扎格羅斯山脈、動用上百架戰機與運輸機的 F-15E 極限營救行動落下帷幕，海豹6隊那些隱沒在沙塵與硝煙中的黑色身影，再次向全球展現了其無可替代的戰術價值。在涉及全球能源命脈與超級大國對抗的宏觀戰爭中，特種部隊或許永遠無法成為決定國家戰爭走向的絕對变量，但他們卻是執行國家不遺棄任何一人承諾的底線。對於對手而言，這支幽靈部隊最可怕之處，並非單純的火力傾泻，而是那种你不知道它何時降臨，但是你知道它必将抵達的心理壓迫。這就是海豹6隊，一個由欺騙性的部隊代號、充滿爭議的血色勳章以及無數桀驁不馴的靈魂所共同堆砌而成的現代軍事神話。當那枚雕刻着紅頭鷹的挑戰臂再次出現在戰區廢墟上時，全世界都會明白，陰影中的死神已經完成了他的收割。好了，關於海豹6隊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海豹6隊還藏了哪些秘密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